这个月真的很忙啊！刚参 A 完 Avatar 360，这不马上就来了 Little 系列啊！今天我们拆的是 Little X1。首先这台机器拿到手里，它跟前面几代的一些机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它的云台，右手边拿的这个是 Flip 的云台，这个呢是 Little X1的云台，大家看一下，确实一模一样。待会儿再完整的拆下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它这个鱼眼避障的话，跟 U2一样的啊，也是上下各一颗鱼眼组成一个360度的避障。这一款带有前视激光雷达，这个呢是采用的mini 5 Pro 的方案。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电池，我感觉就像看到了mini 3 Pro、mini 4 Pro 的那个电池一样的。但是能不能通用呢？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手里就拿来了一个mini 3 Pro 的电池，外观真的很接近啊，但是呢很可惜，它并不通用。试给大家看一下，插不进去，看到没有？这里有一节进不去了，非常尴尬啊，插不进去。我这里又准备了一个mini 5 Pro 的电池，也插不进去，不能通用。它这个桨叶好像跟那个mini 3 Pro、mini 4 Pro 好像是一样的。我拿了几个拆机的桨叶来做对比，我拆一片下来。包括它这个幅度啊，桨叶的幅度以及厚度放在一起完全重合啊，厚度感觉是一样的。做一个大胆的测试，我把mini 3的桨叶装到 Little X1 上面，看一下能不能飞。这个动力电机跟mini 3的一样的啊，好像是一样的。我拿了一个mini 3的动力电机，这个厚度好像是一模一样，外观也是一模一样啊。它采用的是mini 3的动力电机。我拿了一套新的mini 3的桨叶过来，给它拆开，螺丝也拆出来，我看一下螺丝是不是一样的。这个螺丝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长度还是这个螺纹都是一样的。这个桨叶上面不是有编号吗？一模一样啊。这个上面刻有小字，很小的字，刻的这个字上面有个编号，叫做6030F。然后我拆的这个mini 3的桨叶上面也是6030F。那么这样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桨叶跟mini 3的是通用，并且连螺丝都是一样。然后呢mini 3 Pro 跟mini 4 Pro 的桨叶也都是一样的，只是螺丝会有差别啊。我把这台机器的桨叶全部卸下来，换成mini 3的，然后到外面去试飞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好，花了一点时间就装好了，现在拿到外面去给大家测试，试一下啊。可以看得到啊，悬停非常稳的啊，悬停非常稳，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原地转向，没有任何问题啊。说明这个mini 3的桨叶在Little X1上面可以完美匹配。这个mini 3的桨叶包括它的螺丝我也换成了我那个mini 3包装袋里面的螺丝，完美匹配，说明这个动力电机就是和mini 3一样的，这个不需要测试了啊，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整个机身的话，其实跟mini 4 Pro 比较相似，但是它进行了一个压缩，上下各带一个鱼眼，尽量把它压得扁平一点，这样的话才好去算这个360度避障啊。现在进入正题，拆机的第一步啊，把桨叶全部卸掉。先观察一下它这个整体结构啊，感觉跟mini 3、mini 4那些大差不差啊。它这个转轴前转轴的这个部分跟mini 5 Pro 的是一样的，相比那个mini 3、mini 4 Pro 有比较大的改进了。mini 3、mini 4 Pro 这个地方是有盖子的啊，那个盖子还容易掉，这样的话呢，它就很难掉了。总之而言，它应该是吸收了几款机器的优点吧。这个螺丝看上去都是 T4 的啊，我感觉就可以把它撬开了。跟mini 3的一样，这个也没什么零件了，放一边。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 GPS 啊 ，GPS 加 IMU 吧，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设计。先把看得到的 UV 胶全部铲掉，排线挑掉，这个贴纸下面还有 UV 胶，等一下继续铲 UV 胶，所有排线都挑开。这
这个鱼眼我感觉跟 New 2以及 L3S 上面的鱼眼是一样的啊。这个外观来看的话，先把这些贴纸先给它撕开，先把这个贴纸掀开。这里的设计呢，就跟迷你3、迷你4 Pro 一样的，用个盖子把这个云台的信号线给盖住，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信号线给拆出来，然后拿下这个散热板。这个散热板上面带着 GPS 加 MU， 这个设计很迷你3啊，这个核心板感觉还挺大的。这个尾部这里有一小块，这个应该是个指南针。这个贴纸下面感觉还有排线，我给把这个贴纸先给它撕开。这里还有一根排线，上面有 UV 胶啊，先吹一下。这里有2根天线，核心板上面的2颗螺丝拆掉。这个核心板下面还有粘住这个散热纸，这个设计也是跟迷你3的一样啊。我采用的方法就是加热啊，直接把这个板拿下来。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从这个里面啊，把这个散热纸的 UV 胶给挑掉，然后整个拿出来，把这个下面的这个贴纸给它弄开。看一下采用的什么芯片，把所有的屏蔽罩子都揭开。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散热柜子全部清理掉了，这边有个小开关键啊，这个设计跟迷你5 Pro 的一样的，展开机臂。碰到这个开关的时候，它就识别到你的机器开机啊。这一台机器可能也是有展开机臂就开机的功能，当然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单凭这个整体外观来看，就不看芯片，就看外观，它很像迷你5 Pro 啊，甚至它这个板体比迷你5 Pro 还要更大一点。这个芯片组呢，依然是用的高通骁龙的啊，定制版是属于大疆跟他们内部定制的，可以看一下。主处理器这边是射频处理器，这个呢是智库啊，就是 eMMC， 智库是长兴存储的啊，都是国产的。这2个呢内部存储啊，42GB 的内部存储，这个牌子呢华邦电子的，是属于国产的，几乎全部国产芯片。这边呢还有3个芯片呢，控制云台 YRP 3个轴的云台驱动芯片。这边呢欧式的图传模块啊，正反面都有图传模块。这边是射频处理器啊，放一边，把上面这一块板拆掉吧。这一块板呢是连接着视觉啊，就是雷达、激光雷达跟视觉都是连的，没有看到螺丝了。对，好像是可以拆的哦。它是靠 UV 胶固定的。对，这个设计有点搞不明白啊，干嘛不做几个螺丝呢？难道是怕干扰吗？再看一下底部，看过去应该是没有螺丝的，感觉它这个底部好像是有东西粘住，那我们就用热风枪给它加热吧。OK 啊，果然啊，下面有这个双面胶粘住的啊。这一块板的话是连接所有的视觉，还有激光雷达。看一下啊，这个电条板，我们再继续把这个固定机臂这个线的 UV 胶全部都挑掉啊。待会儿因为要拆电条、要拆机臂的话，这些胶必须先要提前处理掉。电条板底下呢，它是有3颗螺丝。把这个贴纸揭开，吹这个 UV 胶。哎，奇怪了，我怎么感觉这个焊点不像是原厂的工艺啊？你看这个焊的凹凸不平，有大有小的，像是被第三方焊过的。但是这个飞机确实是钢激活的呀，这个有点奇怪啊。原厂的焊点不是这样子的哦。这边还有灯线，灯线还要拔出来。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电条板给拆下来了，然后把这个贴纸撕开一下。它这个设计也是一个主控带4个斜控啊，后面是4个斜控，分别对应的是4个动力电机。这一边呢是一个主控，大致跟迷你3的差不多啊。这个电条板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先把它放一边去。我就要把这个底壳给拆掉了啊。看到下面这个小的红外没有？这个就是跟 New 2的一模一样啊。这边2个螺丝拆掉，现在这2个小盖子直接能抠下来了啊。然后再去拆底壳，
OK， 花了一点时间，底壳也拆下来了，看到的 UV 胶全部吹掉，把这个下视鱼眼的排线挑开，直接将下视鱼眼拆掉。这个就是下视鱼眼。这一个呢就是红外，它跟这个排线好像是做到一起去了，在拆的时候呢要小心一点。它这个是一个多合一的排线设计，它这个排线是延伸到反面哦，到这一面来。它这个排线不太好拆哦，穿过这个中框的，这个不太好拆。这个排线这个走位的设计跟迷你4 Pro 的一样啊，花了一点时间拆出来啊。完好无损的。激光雷达这里还有2个螺丝，直接拿起来。好，这个就是激光雷达，一收一发啊，它不是2个雷达啊，一个是接收，一个是发送。好，接着就是把整个云台拆下来，减震啊，减震球拿下来，这里有1颗螺丝。它这个设计跟飞利浦的一样，底下有一根横着的一根杠啊，穿插在中间，所以在拆的时候呢，要把它打斜啊，打斜，然后利用这个塑料的柔韧性啊，给它稍微往外面掰一点啊，才能把它拆出来啊。所以这个过程不要着急。OK， 出来了啊，这里有连一根排线啊。刚刚没看到啊，这个地方有连一根这个棕色的排线，这个排线很薄很软，连到机身这个位置来的，慢慢的给它拿掉，要跟这个排线一起，而且它好像还打了 UV 胶啊，吹一下，再给它安全的拿下来。OK， 整个云台相机拿下来了，然后再拿回我这个飞利浦的来做一个对比，一模一样的外观，底部、后方啊。都是一模一样，我发现它有区别的地方就是这一根排线，这根排线好像飞利浦的短一点 ，Little X1的好像长一点。这根棕色的排线，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啊。Little 的会要长一些，就这个排线会有差别。信号线跟这个飞利浦的也不一样，飞利浦采用的相机啊，也跟这个X1的不一样。现在把这个云台整个都拆掉。云台排线抠下来，拿出来了。这个相机怎么感觉和迷你4 Pro 的很像啊？这个就是它的1.1/3英寸的 CMOS， 这个上面有2维码的是飞利浦的啊，正面好像一模一样啊。这一面侧面感觉也差不多。电路部分的布局有点不一样啊，电路部分，然后这个排线接口也不一样，但是整体看着是很相似的。然后把这个侧面这个盖子给它拆掉啊。将这个云台排线先顺出来。这个设计呢，跟迷你2的云台轴臂就很相似啊，也是这样的设计。这个下面是有排线连着啊，不可以硬拔啊，硬拔的话会断掉的。用刀片将它挑开，然后再将这个排线拿出来。这个盖子侧面有一个轴承啊，然后把这个贴纸也揭开看一下，揭开了。它应该是有一根排线连到下面的 R 电机去的，所以的话，我们还要把下面这个盖子估计要揭开，一个小盖子，这个盖子，对，把这个盖子揭开，看到没有？这里就有排线了。把 UV 胶先吹掉，挑开排线，好，再把这个排线把它挑起来啊，因为它底下是粘住的啊，所以要先挑起来，然后再拿出来才可以。OK 啊，这个就是它的相机框。带 P 电机，R 电机的3个螺丝拆掉，这边的排线一样被粘住了啊，挑起来先。OK， 这个就是 R 电机了，信号线给捋出来，卡在这个线槽里面。
这个就是它完整的信号线，这一根就是 Y 电机的排线了。这个支架还可以继续再拆啊，把支架也拆掉。这个是 Y 电机啊 ，Y 电机跟 R 电机的话，好像不可以继续再往下拆了啊。接下来呢，就还剩4个机臂啊，我们就把机臂一个一个的全部拆掉啊。先拆前机臂，第3只手过来，吹这个里面，这里面还有 UV 胶啊，换一个地方，还有，好，拿下来。这个是左前机臂，这个是右前机臂。它左前转轴跟右前转轴的颜色还不一样。这个转轴它分左右的哇，它这个地方写那个 L， 写的 L 是左，跟以前的迷你3、迷你4和迷你5的转轴都不一样了。这是右前转轴，它2个前转轴居然还做到不一样了，我也是服了。拆出来啊，直接捅下去就可以了。一个左后机臂，一个右后机臂啊，看一下，这2个转轴居然也分前后左右4个转轴全都不一样了，这个改的有点离谱啊。以前好歹2个前转轴一样，2个后转轴一样啊。这里还有一个连接这个视觉板的一根排线，我看要不要把它拆下来。它这个走线有点麻烦了。OK 啊，拆下来了。这一个就是指南针，你干脆也把它拆掉，全部拆光。第3只手过来。OK， 可以，它就靠2坨 UV 胶固定的啊。这个玩意儿就是指南针了。整台机器啊，全部拆光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配件，这一堆都是云台上面的配件 ，Y 电机加 R 电机。P 电机带相机框 ，CMOS 镜头芯，后盖各种支架，2个鱼眼组成的360度避障，电条板，视觉排线加红外一起的一套的排线，这个是连接视觉跟核心板的一个排线，指南针，上壳4个转轴，核心板4个机臂，中框，桨叶 ，GPS 加 MU 加散热板，底壳已经全部拆解完了，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啊。站在维修师傅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新出的这一款 Little X1， 当然还有一款 Little 1我就没拆了啊，我就拆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Little X1。这个 Little X1的话呢，我认为啊，它应该属于一台杂交的机器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云台是 Flip 的云台啊，云台轴臂，我说的是云台轴臂，然后它的视觉啊。鱼眼上下视觉组成360度的避障，包括下视红外，这个跟 Neo2 是一样的。动力电机加桨叶跟迷你3的是一样的。机臂的一个设计啊，跟迷你5 Pro 的一样。激光雷达呢也是跟迷你5 Pro 一样啊。整个机身的一个外观啊，一个设计跟迷你4 Pro 又相似，集结了好几款机器的优点啊，几款机器的优点都在这一台机器里面。告诉一个大家不幸的消息啊，就是这个核心板的芯片里面灌满了黑胶啊，所以大家想要去拆里面的大芯片又没有那么容易了。它不像迷你5 Pro 那样子啊，还有迷你4 Pro 那样子，那个芯片底下没有黑胶。还想吐槽的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转轴啊，前后左右4个转轴全部都做成了不一样的，这个我就无法理解啊，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难道不能像引擎一样4个转轴全部一样吗？再来看回它的价格，2400多的价格，我刚刚所说的缺点啊，全是优点，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